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美国快讯。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强烈反对北京因对台军售报复美国企业和高管；川普新战略，全方位遏制中共扩张；美议员观点，美中贸易休战难持久，四大问题成变数；NASA 新局长公告，美国宇航员将于川普第二任期重返月球；美国出入境新规生效，对非公民全面采用生物识别；冬季风暴袭美东，节假期间逾6000航班取消或延误。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7号，星期六。我们先来看美国政府对北京报复美国企业和高管的回应。在美国政府上一周批准了对台湾高达110亿美元军售案后，中共外交部12月26号宣布，对波音等20家美国国防企业及其10名高管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同天回应指出，美国政府强烈反对中共对美国企业的报复行动。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历经9任政府始终如一，对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被北京列入反制清单的企业和个人在中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被禁止与他们进行交易，被制裁的个人被禁止入境中国。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此举多为象征性反制，实际影响有限。彭博社指出，这些制裁主要是象征性的，旨在表达北京对美国对台军售的不满。实际上，中共制裁的影响可能有限，大多数被制裁公司和高管在中国很少或没有业务，而且其中一些此前已经被列入中共商务部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华尔街日报也说，中共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美国国防承包商通常很少在中国开展业务。遭制裁者之一，安杜里尔公司创办人帕尔默·卢基在社群平台 X 上回应，嘲讽中共的行动荒谬，并戏称这是他收到的最后一份圣诞礼物。卢基强调，他所领导的公司正专注研发能在2027年前部署的武器，以应对潜在冲突。习近平曾对中共军队指示，应在2027年前为进攻台湾做好准备。此外，国际军事动向也显示，亚太地区军备竞争升温。日本近期批准580亿美元的导弹采购计划，韩国则获准建造核潜艇。分析指出，北京面对区域围堵手段有限，只能透过象征性制裁发出政治讯号。上周，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包括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以及标枪反甲导弹等。台湾对此表示诚挚感谢。这是川总统的政府第二任期内第二次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就在11月，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总值3.3亿美元的战斗机零部件。以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美中关系的最新动态，请继续关注美国快讯，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如果您还没订阅，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别错过我们的每一期更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来看看川普全面遏制中共扩张的新战略。今年1月，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似乎不再强调与中共的大国竞争关系，然而对中共的遏制一直没有放松，全面遏制中共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扩张，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印太和非洲一些地区。这一战略充分体现在川普政府1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新安全战略将西半球提升为最重要的地理优先区域，美国将动用一切手段确保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这就是门罗主义的川普推论。川普政府遏制非法移民，打击毒品、恐怖分子和阻止非半球竞争对手在西半球部署军事力量或其他威胁性能力，或拥有及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资产，都是川普新安全战略的具体行动。新安全战略提及的关键战略资产，针对的正是中共。目前，中共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建设并运营着37个港口，大约是该地区1/3深水港的数量。今年2月1号到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了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和多明尼加。卢比奥的目的，在阻止非法和大规模移民、打击跨国犯罪组织和毒品贩运之外，遏制中共影响力也是其中之一。在巴拿马，
卢比奥明确要求巴拿马立即改变有关中共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和控制。然而，在美国公布新国家安全战略几天后，12月10号，中共在时隔9年后发布了他的第3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表达无意退让的意思，要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内的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美国新战略把印太地区放在次于拉丁美洲的位置，但仍将是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为了国内的繁荣，我们必须在那里成功竞争。新战略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将建设一支能够阻止第一岛链任何地方发生侵略的军队，包括阻止任何夺取台湾的企图，而防止台海冲突最好是通过保持军事优势来实现，这是一个优先事项。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国会议员为什么认为美中贸易休战难以持久。据政客网站12月26号报道，国会议员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10月在韩国会晤后达成的为期1年贸易休战已显现出不稳迹象。他们准备在明年1月国会复会后重启在贸易、台湾及网络入侵等议题上重新对抗的准备。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格·斯坦顿说，这就像一场重量级拳击赛，我们正处于2回合之间的短暂间歇，但双方都需要为休战结束后的下一步做好准备。政客新闻网采访了超过25名国会议员，包括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东亚小组委员会以及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成员。接受采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都警告说，前方将出现动荡。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指出，永远不能信任中共当局，他们总是在违约。接受采访的国会议员指出，在新的1年里，有4大问题可能会引发美中关系破裂。首先是购买大豆的争端，其次是台湾问题，第3是出口限制，第4就是中共军事扩张。中共海军规模已成为全球最大，它的第3艘航母福建号今年入役，配备了先进的电磁弹射器。多位议员认为，中共军事扩张足迹与美方维持稳定关系的努力互不相容。莫兰议员表示，中共的长期目标是全球经济、外交和军事主导，他们将美国视为对手。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 NASA 新局长带来了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新消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新任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12月26号表示，美国宇航员预计将在川普总统第2任期内重返月球。他强调，这一任务将推动 NASA 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进入关键阶段，为未来探索火星奠定基础。艾萨克曼指出， NASA 正与 SpaceX、蓝色起源、波音等公司合作，执行川普第1任期启动的阿尔特弥斯计划。该计划获得川普提出的大而美法案99亿美元拨款支持，旨在发展可重复使用的运载技术和太空探索能力。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将成为 NASA 首次使用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和猎户座飞船进行载人测试飞行。后续的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将由 SpaceX 负责建造登月系统，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表面。艾萨克曼在接受 CNBC 访问时表示，发展重型火箭和在轨低温推进器转移技术将降低成本，提高任务频率，使美国具备稳定往返月球的能力，也为前往火星做好准备。他指出，月球任务的发展潜力不仅在科学探索，也包括太空经济与国家安全。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建立资料中心、基础设施，甚至开采具能源价值的氦3资源，发展核聚变技术。艾萨克曼是私人宇航员、企业家，也是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的亲密盟友。他表示，川普已重申对月球探索的支持，并视其为推动轨道经济的起点。他补充说， NASA 未来也将投资于核能与太空核动力推进技术，以拓展深空探索的可能。美国出入境新规定12月26号生效，对非公民出入境产生影响，我们来继续关注。从12月26号起，美国实施新出入境规定，所有非美国公民，包括绿卡持有者，进出美国时需强制接受面部识别和指纹采集。此举是川普政府强化国家安全与边境监控政策的一部分。
根据新规，所有非公民无论搭乘飞机、经海陆通道或步行入境，均需采集生物资讯。先前对14岁以下儿童和79岁以上老人的豁免已取消。外交官和加拿大访客等免除对象也将纳入规范。非公民的生物数据将储存在国土安全部系统，保存最长可达75年，用于身份核实、居留记录和入籍资格审查。绿卡持有者的出入境记录将影响其身份稳定，甚至可能影响未来入籍。相较之下，美国公民仍可选择是否配合，拒绝者可走人工通道，照片则于12小时内删除。同时，美国移民局针对来自19个安全风险国家的绿卡持有者实施更严格审查，包括伊朗、也门、苏丹、海地、委内瑞拉等国。未来3到5年，美国将推广这一系统到全国各大机场和边境口岸。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此系统有助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非法滞留及假证件问题，提升国家安全。移民律师建议绿卡持有者出入境时备妥文件，密切关注国土安全部与移民局最新指引，并视情况咨询专业意见。专家预料，新措施可能导致部分绿卡与签证申请延误。最后来看一条影响美国节假日旅行的消息：冬季风暴袭美东，逾6000航班取消或延误。美国一场强烈冬季风暴从12月26号周五起席卷5大湖区和东北部，预计将持续到周六，对节日期间的旅行造成严重干扰。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统计，截至周五下午2点，美国已有超过1388个航班被取消，4685个航班延误，总计影响超过6000架次。此次风暴正值年底假期高峰，美国航空协会预估12月19号到1月5号期间，航空旅客将创下5260万人次纪录。本周五和周日为旅行航运最繁忙日。纽约、新泽西和长岛地区周五下午起进入冬季风暴警戒，部分地区降雪量预估高达9英寸。冰冻雨雪导致路面湿滑，纽约市可能出现多年来最严重降雪。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5大湖区、中大西洋北部和新英格兰南部的旅行条件将极度危险。多家航空公司提前取消航班，减少机场滞留和混乱。资料显示，纽约肯尼迪机场取消航班超过360班，约占总数1/4；纽瓦克自由机场取消超过200航班，费城国际机场也有超过100航班停飞。美国航空、达美、联合、西南和捷兰航空等已提供免费改签服务，提醒旅客出行前确认航班状况。以上是本期美国快讯的主要内容，欢迎您订阅、点赞、转发，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